云南普洱拍到红毛狗，被称其为猛兽之首，现在竟是濒危动物。近日，云南一保护区惊现罕见身影，经专家辨认，竟然是列入国家1级保护动物的柴。要知道，距离上次发现它们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了。柴究竟是这么来头，为何会如此罕见呢？人们经常说豺狼虎豹，其中的柴就是这次云南保护区发现的野生保护动物。而柴被列为人们常说的4大猛兽之首，可不仅仅是为了顺嘴，而是因为它们实打实的超强战斗力。这个看起来神似家养小土狗的动物，又有红毛狗、红狼的外号，这3完全得益于它们浑身红棕色的毛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颜色了。柴的体型虽然跟家狗差不多，但是尾巴很有特色，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柴的尾巴出奇的大，而且和狐狸的尾巴很像。别看它们长相神似土狗，但柴可是一种战斗力极强的犬科动物，甚至比狼还要厉害得多。柴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柴本身性情就极其的凶猛和十分的狡猾，而且还喜欢群居，只要外出觅食，基本上都是成群出动，所以捕食的动物就算体格很大，也能直接拿下。它们的危险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要说的就是柴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活动可以称得上极其的灵敏，而且柴的反应普遍都很快，一旦遇上猎物，能快速的判断自己的优势，然后直接出击，准确的伤到要害。其次，柴的头虽然不大，但是咬合力特别强，遇上猎物一旦出击，正常情况下用嘴直接撕下大片的皮肉根本不是问题。最后一点，也是让很多单打独斗的动物都最害怕的一点，那就是团队合作。狡猾的柴群每次捕猎基本上都是好几只一起出动，而且狩猎过程分工明确，通常柴的团队作战很少会有败绩。而对人类来说，柴更是又怕又恨的存在了。野外战斗力满格的柴为何还会出现灭绝危机呢？在我国，柴的分布是十分广泛的，它们对栖息地的要求并不高。以前从南到北都能看见柴的身影，但人和柴的矛盾自古以来都是深的，主要是因为柴属于肉食动物，野兔、野猪等都是柴的捕食对象。但一旦野外食物缺乏了，它们就会去附近的村子里偷吃，各种家禽都不放过。所以以前有柴群出没的地方，附近的村民家家都深受其害。当地的猎人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专门设下陷阱捕猎红毛狗。附近的村民即便是偶然在野外遇上有柴出没，有办法的话也会选择直接弄死。因此，在以前，民间一直就有柴群来了有猎枪的说法。除了人类的直接捕杀，栖息地面积的减少也是柴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森林的面积逐渐在各种开发活动下被侵占，柴等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就越来越少，生存空间小了，互相捕食争夺地盘的情况在野生生物中就会频繁上演。当然，除了人类的干涉，柴自身的繁衍方式也存在问题。柴这种动物在种群一旦出现问题，数量减少以后就会自然的进行近亲繁殖。近亲繁殖的不良习惯对柴后代的存活率和健康程度都有很大影响。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柴的数量从上世纪的80年代起大幅减少，到了21世纪的今天，柴更是变得十分罕见。虽然从2015年起，柴已经由国家2级保护动物变为了国家1级保护动物，但成为了濒危物种的柴要想恢复到之前的数量并不容易。幸运的是，近2年拍到的柴的资料显示，柴群的数量一直有在增加。这次在云南普洱的太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远红外相机里拍到的柴群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看着都十分强壮。柴虽然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也是我国野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们主要以野生的肉食动物为食，能有效地控制部分野生动物的泛滥，促进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在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中，任何的野生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不论是数量的骤减还是急增，都会破坏生态平衡。现在短时间内想让柴恢复到40多年前的数量几乎不可能，只能慢慢来。现如今除了柴，很多野生动物都已经被列入了我国国家保护动物的行列，一定不能随意的捕杀野生动物。一旦发现有野生动物出没，保护自己的同时要及时上报给有关部门。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大家留言评论。